看过《007》这个系列电影，你会发现，每次打斗15分钟左右就会转换场景，在转换前后一定会插入一段男主和德邦女郎缠绵的镜头。导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？这就要说到专注力的卡度了。虽然每个人的注意力卡度确实不太一样，但是研究表明，成年人平均只能持续专注15分钟，20分钟后注意力就会走下坡路。在持续打斗15分钟后，穿插男女缠绵的镜头，可以赶在观众快要走神的时候，把观众的注意力拉回来，这样观众在下一个15分钟就可以继续专注看电影了。007一共拍了27部电影，几乎每一部的套路都一样，情节也差不多，但是观众还是喜欢看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不少家长抱怨孩子专注力差，做事爱拖拉。其实有这么一个工具，能够在孩子专注力下滑之前把他拉回来，继续回到高效学习的状态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番茄学习法了。也就是专注学习25分钟，休息5分钟。一般来说，我们的注意力在持续学习15分钟就能达到一个波峰，20分钟之后开始滑落。为什么要加长5分钟呢？帕金森定律告诉我们，时间越是宽裕，人越容易偷懒拖延。但是给它加上一个期限，我们就会战斗力爆棚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。专注力快要滑落的时候，当我们知道还有5分钟，就会产生强烈的危机感，大脑因此保持高度觉醒，最终让注意力得以延续，达到赶死线的效果。番茄钟时间的长短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来设置，不过一个番茄钟建议不要超过30分钟。比如小学生持续专注的时间比较短，可以设置一个20分钟的番茄钟，专注学习20分钟后再休息5分钟，这样可以提高大脑的血流，孩子进入下一个番茄钟也能继续保持高度专注。番茄学习法很简单，首先列出任务清单，做好优先排序，然后启动计时器，并且一个番茄钟内专注一个任务，就能训练大脑快速进入心流状态。我们在用的是这款定时器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打开开关，数字朝上就开始计时了。设置简洁大方，走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的，孩子能够轻松进入心流。时间到了，它会发出清脆悦耳的滴滴声，不会突然铃声大作吓到孩子。好了，这期的分享就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